可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？我睁大眼睛，仔细盯着河面。是。仔细看着。 抓住木桩的下端，用尾管呼吸，千万不要露出头来。运气好的话，中午之前能飘出翠屏山。走。一定要严加查看。是，老爷。怎么了，狄春？太子失踪了。什么？ 他们怎么会知道太子来到湖州呢？谁说出去的？是他。截住那根原木。是。没人呐。推走原木，继续引兵。好。是。李将军，李将军。 李将军，李将军，弟兄们，上面有令，所有人立刻撤回。那李元芳他们呢？不要管他了，计划有变，走。 阁老，您找我？是啊，也没什么事，想找你随便聊聊。你是哪一年的进士啊？回阁老，卑职是天寿元年殿试第1名。哦，是状元。唉，状元有什么用啊？只因朝中无人，做了近10年县令，说来惭愧。是啊，这也难怪，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内卫啊？什么？不是吗？你就是内卫啊！阁老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对手总是预先知道我们的行动？比如说昨晚我夜审刘大，凌晨的时候刘大就被害身亡。也是昨晚，太子来到湖州，深夜返回便失踪在官道之上。对手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，采取行动呢？这些可都是最高机密，连我的贴身卫士都不知道，知情的人只有2个，狄春和你。阁老，卑职我……你不用给我解释，我知道你并不是实务内卫，而是他们发展的外围，对吧？
昨夜你把太子来湖州和我夜审刘大的事告知了你的上峰，而后你得到了上面的指令，要除掉刘大。可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，怎么是刘大的对手呢？于是你便得到了许可，利用密道之中的机关杀死刘大。是的，是的。因此，那个搬动机关置刘大于死地的人，并不是从密道之中进来的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是你？想不到太爷也是我们的人。没有时间多说了，上面有令，让你通过后园小楼下的密道，尽快逃出刘家庄。机关由我帮你开启，然后再关闭。太好了，狄仁杰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，我刘大竟然会不翼而飞。快走啊！我去启动开关。多谢。错了，让他停下！堂堂的状元，竟然会沦落为一条走狗。曾泰，曾泰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阁老，卑职自从左臂上印了这朵梅花，心中便时时感到羞耻，但遇上贼船，无可奈何呀。他们答应我，事成后调我到大州充任司马。阁老，卑职陷害太子，愧对大唐，修建朝中列功，更是辜负了阁老对我的教诲。事已至此，卑职别无他求，只求速死。我无权将你处死，你执行的是内卫条例。我虽身为宰相，却无权过问内卫之事。曾泰，现在你出卖了太子，令他落入内卫之手，你知道，这就相当于毁掉了大唐的天下。一旦皇帝得知废黜太子，就会立武三思为嗣，到那个时候，李姓复唐无望，你就是大唐朝最大的罪人。卑职该死，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呀！曾泰，有句话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一辈子内卫？卑职是欲罢不能啊！我明白你的苦衷，你起来吧，坐下慢慢的说。啊，是。而今皇帝年逾古稀，你想到过没有？一旦他老人家御龙宾天，你们这些梅花内卫该怎么办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朝中大臣对你们这些人深恶痛绝，恨不得食肉寝皮。一旦你们失去了皇帝的荫庇，下场只有粉身碎骨。我明白，你做内卫并不是真心的，只不过是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。可是曾泰，你走错了路啊！阁老，
请你给卑职指一条明路。卑职就是以死谢罪，也绝无怨言。你的上峰是谁？辉哥老，我是1年半以前又迁到湖州当县令的，任务就是配合时务内卫监控湖州，一旦有需要，会有人向我传达指令，所以，我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核心机密。这一点我想到了。阁老，我今天中午接到消息，说他们已经撤出翠屏山，回到湖州县中。哦。在哪儿呢？在那边。走。一定要救出太子，否则我们就是千古罪人。阁老，您说我该做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照常与他们联络。你的任务就是摸清他们在湖州的落脚点。阁老请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进来。请进吧。老爷，您看这是谁？是你？两位客官，请讲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这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太好了，英玉啊，你做得好啊！真不枉太子对你的一番信任。我叫小红。啊，对，曾太在，我们马上行动，天黑之前赶回湖州县城。是。陛下，一切都查清了。太子李显与越王逆子李圭、旧部刘查理、吴孝杰等人一直暗中来往，策划谋逆之事。确实吗？千真万确。今夜子时，他们要在县城中的玉碑巷会面，请陛下统帅羽林卫御驾亲往，抓捕逆贼。这个逆子，我岂能容他？对了，陛下，狄仁杰似乎也牵涉到逆案当中。哦。据外围内卫线报，太子来到湖州第一件事就是到刘家庄去见狄仁杰。不会的，李怀英志虑忠纯，对朕忠心耿耿，他绝不会参与逆谋。也许此事以后再说吧。是，那微臣先去准备一下。好。还不回来？大人，太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想现在还不至于。曾县令，阁老在吧？就在正堂。英玉，你随时做好准备，一旦我救出太子，你们马上返回京城。是。阁老，阁老，怎么样？我刚刚和他们取得联系，得知他们今夜将在湖州城中的玉碑巷会合。啊，
上峰的指令是，不管夜里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出来。好，立刻集合卫队，包围预备下。是。该说的话都记住了吧？嗯。好，只要你肯合作，我保证你不会有事，皇上什么也不会知道。但是如果你说错了话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。殿下，李圭，殿下，我委屈你了。殿下，是我太任性了，没想到刘查理竟然出卖我。你真的把太子请来了？我说过的话就一定算数，希望你也能够惜言如金。我会的。这就好。你们到门外伺候吧。是。那本《蓝山记》现在何处？啊，我把书交给了刘查理的儿子刘传林。啊，刘传林？殿下，刘传林和刘查理不同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。我到湖州以后，与这位刘公子交情甚好。有一天，他深夜里来见我，让我赶快逃走，说是那位来到刘家庄要抓我。我见形势不妙，便把书交给了刘传林，藏在他房间桌底的第6块木板之下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李圭，别怪我。殿下，到底怎么了？李圭，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。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什么？来了。冲进房中，救出太子！殿下，殿下，阁老，殿下，您可来了。您还好吧，殿下？我没事。帮我给您介绍，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。殿下，大人来的可真是时候。我得到了消息，便迅速率卫队赶到。还好啊，算是及时。太子无恙，真是万幸啊！阁老，不对呀，怎么了？您看这屋里的杀手都死了，到底是谁杀的？殿下，劫持您的人是这个紫袍人吗？就是他。那这屋里的人是不是他杀的？外面一乱，屋子里的灯就灭了。我只听见几声惨叫，而后就没了声音。再之后，您就带人冲了进来。刘查理，啊，这
殿下，您真的看清了劫持您的人是他？他脸上罩着黑布，我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他是死在别处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刘查理前天夜里就已经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我亲眼看见他倒在血泊之中，胸口还插着一柄钢刀。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，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。大人，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，您过来看看。哦，走。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？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！曾太，马上保护太子殿下离开这里。是。众军听着，将小院团团包围。大人，皇帝驾到！啊？什么？羽林卫将小院团团包围，皇帝就在院外。皇帝怎么会在这里？院内的逆党听着，圣上在此，尽速出来投降，否则羽林卫攻击院内，玉石俱焚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好毒的计策呀！殿下，我们上当。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如果让皇帝看到太子与李圭在一起，那太子殿下就是百口莫辩。狄大人，你不用说了，祸是因我而起，我一人承担。你一定要保住太子殿下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定竭尽全力。李圭，你要干什么？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太子殿下，我去了。啊，李圭，李圭！李圭，送李圭殿下。陛下，是不是命令羽林卫开始攻击？别着急，再等一等。我了解李显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是。站住！再往前走，放箭了！哎，让他过来。是，上前参驾。恭迎皇帝圣驾。臣狄仁杰叩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！怀英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不会也参与了太子的逆谋吧？臣不敢。陛下，臣听说太子与越王逆党李圭、刘查理等人在此逆谋造反，特地率兵前来擒拿的。擒拿？是。哼，我看不是吧。狄仁杰，在朕面前就不必耍这套把戏了。刚刚那位密奏你参与谋反，朕还不信，现在亲眼看到，你还敢巧言诡辩？陛下，那位之言也未必可信吧？你放肆！狄仁杰，
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巧言令色，明明是你与太子秘密勾结，以越王逆党李圭和刘查理在此策划谋反，事到临头竟百般推搪，说什么前来擒拿，真是可笑之极！你以为朕可欺不成？陛下，说臣参与谋反，不知有何凭证？就凭你从这扇门走出来就是大逆之罪，还要什么凭证吗？狄仁杰呀，狄仁杰，朕待你有如父亲，委你为江南道处置大事，想不到你竟然与逆党勾结，密谋反叛，真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容诛！来人呐，将这反贼拿下！是，陛下，陛下。陛下，能不能容臣也讲几句？放开他！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要治臣之罪，也应该先到小院中去看一看，看臣到底是如何参与谋反。好啊。朕正要进去看看。圣上驾到！恭迎圣驾！陛下，臣李显叩见圣上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哦，太子也在这里，看来朕真的来对了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回陛下，臣听说太子与叛党李圭、刘查理谋反，就率钦差卫队前来。这些黑衣人都是太子手下的逆党，被钦差卫队诛杀在此。哦，陛下请想，牵牛卫乃是皇帝的亲军，臣不至于笨到带着牵牛卫前来谋逆吧？哦，这位曾太大人，湖州县令，也是一名内卫。陛下请问问他，臣是不是参与谋反的？你是内卫？回陛下，微臣是1年半前奉卫府之令又迁湖州县令的，任务是配合实务内卫监控湖州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今晚微臣得知有逆党在玉碑巷会面，狄大人闻之后，立刻率兵前来擒拿。如此说来，你们还真是前来擒拿逆党的？是。华英，你为何不早说呀？是臣言语不详，望陛下恕罪。进去看看吧。是。这2个人是谁？回陛下，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，这个便是越王的卫队长刘查理。这2个逆贼！李显，你秘密前来湖州，营业与逆魁聚首，你到底是居心何在？陛下，陛下，容禀。你不用说了，你的血管里流的是李家的血液。我这个外姓恐怕早就成了你的眼中钉了吧？臣不敢。你身为太子，私离京城，就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废了你。更不要说你竟然勾结逆党，密谋反叛。李显，我看你是想学一学张怀太子。怀英，臣还记得张怀太子是怎么死的吗？是。臣记得，是陛下赐死的。啊！哼！来人，在。
请太子移驾。是，太子，请吧。这个逆子，真是罪不容诛。2个人都死了，真是可惜呀。否则，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什么东西。这2个人不是你们杀的吗？哦，不，这恐怕是太子要杀人灭口。臣等进屋时，屋内就是现在这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太子杀了这些人？太子一个人杀了这么多人？这，臣不曾亲眼得见。臣进门时，屋里灯是黑的，待到灯亮时，只见太子一人坐在桌旁，屋里的其他人都已经被杀死了。我了解李显，说他心怀愿望，甚至暗中谋反，这我都相信。但他自幼柔弱，若说他亲手杀了这么多人，绝不可能。可，臣进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说人不是太子杀的，那这屋中定有旁人。可所有的卫队都看到了。屋中只有太子一人。好了，人是谁杀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侦破了太子逆党，这才是大事一件。是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怀疑李显心怀怨恨，意图谋反。今天，果然证实了我的疑虑呀。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太子身上，他反倒会不相信，这样就为我们日后营救太子埋下了一个伏笔。第二，如果我强项替太子辩解，那么后果就是，不但太子难逃干系，连我也会被抓进大牢。这样，外面就没有替太子申冤辩解的人了，这样也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。现在我们留下了，太子就还有救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我就不相信，这当中就没有破绽。大人说的对极了。李将军，元芳大人，我回来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回来的正是时候。我跟踪那2个黑衣人来到湖州城中，发现他们走进了一座朱漆大门的院落。天黑后，我趁夜色进入院中，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皇帝竟然在那里，正和一个紫袍人说着什么，我便伏在了屋顶上。就这样，听到皇上与紫袍人的对话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大人已回到湖州，想到再去刘家庄通知大人已经来不及了，因此我就决定单独行动，夜闯玉碑巷，伺机救出太子。李贵，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。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什么？当时你在场，也就是说，屋中的情形你都看到了。是的。太子说，院内杀声一起，屋里的灯就黑了。不错，太子并没有说谎。
开死！殿下，殿下，哥兰，殿下，您可来了。您还好吗，殿下？本来我想，既然大人来了，太子也就安全。可谁想到，太子还是没有逃脱被陷害的厄运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追踪紫袍人到了城西头的月兰老店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当时越王非常恐惧，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势，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，藏于湖州的翠屏山中。翠屏山，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？应该是的。越王将藏宝图一分为3，分别藏在了3本蓝山记中。这书倒挺有意思。本来我想冲进屋里将其抓获，可是又怕打草惊蛇，于是先回到这里，向大人禀报。远方，哎，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远方，这一拜你一定要受，这是替大唐天下、替太宗皇帝、替先帝感谢你挽狂澜于危急之中，救唐氏于覆巢之下。好了，大人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我是怎么力挽狂澜的？我们也不明白，这个紫袍人为什么要灾害太子，就是为了《蓝山记》中的藏宝图。藏宝图？正是。这3本《蓝山记》中有一份藏宝图，这份图牵涉到一笔巨大的财富，是越王留下的。哦，我说那个紫袍人怎么从书中取出了图纸啊？正是。他从吴孝杰手里拿到了第1本《蓝山记》，在刘查理那里得到了第2本，而第3本呢，在李圭手中。这个李圭是个附唐的狂热分子，
他既不是吴孝杰，也不是刘查理，他不怕威胁，不吃利诱，简直就是个铜豌豆。但是，只有一个人能令他开口。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太子。正是，只有见到太子，他才会说出书的下落。于是紫袍人便策划了这个阴谋，劫持太子，诱李圭说出书的下落，而后将太子、李圭和刘查理的尸体通通让皇帝发现。这样，他既向皇帝交了差，自己又得到了书中的藏宝图。您是说他要私吞宝藏？是啊，这正是他灾害太子的原因。对他来说，太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些财宝，而皇帝关心的只是太子对他是否忠心。紫袍人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，才设下了这个精巧的圈套。皇帝得到了太子谋反的真凭实据，而他得到财宝，这就叫各得其所。难道皇帝不知财宝之事？当然不知，这种事怎么能让皇帝知道呢？可我们都知道，一旦大人进宫，说出蓝山记之中的藏宝图之事，那他不就完了吗？你还是太年轻了，皇上现在是什么都听不进去，什么蓝山记，什么藏宝图，说了只能令他觉得你是在为太子开脱罪责，那么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逆党同谋的罪名。今天你们都看到，我不是险些就做了刀下之鬼吗？是啊，皇帝本来城府极深，可今天身为天子，当着所有的卫士，竟然说出了张怀太子那样的话，可以想见他心中的愤怒已经无法言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人替太子说情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而紫袍人非常了解皇上，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大胆地隐瞒了宝藏之事，只待皇帝一离开湖州，他便立刻开始行动，取出宝藏，改头换面，逍遥法外。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策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。此事办得不错，朕有封赏。谢陛下隆恩。臣有一事想祈求陛下。你说吧。此案从2年前始，到今日结束，整整2年时间，臣从未回家看过，因此想在皇上驾前告假，回乡探望。此乃人之常情，有何不可？准你2月假期，明日即可启程。谢陛下天恩。微臣等恭送皇帝圣驾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现在，该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了。果真是你，不错。在下内卫辅政五品牵牛背身许世德。你就是这件事情的元凶首恶。徐大人，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中吧？是的，真想不到会功亏一篑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儿来？因为最后的一本《蓝山记》就在这儿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忽略了一个关键人物。谁？李龟在出事之前把书交给了谁？刘传林。你没死？是的，我没死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，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。怎么，你还不明白？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。2年前，李龟潜入京城去找太子，想让太子起兵，但是太子严辞拒绝了他。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太子宫，恰恰被你率领的内卫发现，你就上报了皇帝。皇帝命令你严加监视，于是你便跟踪李龟到了湖州刘家庄。怎么这灯都灭了？你是谁？你是哪位？刘查理贪生怕死，供出了李龟和吴孝杰的关系，以及越王藏留宝藏之事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便起了贪心，于是一个嫁祸太子、攫取宝藏的阴谋诞生了。你先是逼着刘查理交出了他自己手中的那本《蓝山记》，而后你又命令他引诱李龟交书。不想李龟却没有中计，无奈之下，你只得下令扣押李龟。但是你们的密谋被公子刘传林听到了。殿下，传林，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我爹投靠了朝廷的内卫，庄子已经被他们团团围住，马上就要来抓你了。什么？传林，有件事情我要交给你。殿下，你说吧。传林，这件东西关乎礼堂国运，你一定要收好。你们扣押了李龟，搜遍了整个的房子，也没有找到那本《蓝山记》。于是你又命令刘查理严刑拷问李龟，而你呢，则回京向皇帝密报。陛下，臣手下的内卫亲眼看到越王逆子李龟走出了太子宫，而后
赶奔湖州而去。因此，据臣判断，太子与越王救逆一定有着极大的关联。有证据吗？如果要得到真凭实据，恐怕就要详加查查。你需要什么？首先，臣要能够卧底在太子身边；其次，要内卫全部监控湖州县。准奏。谢陛下。于是你便以校书郎的身份混入太子崇文馆，刻意与吴孝杰接近。徐士德，你何尝是要查太子之事？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越王的藏宝图。不错，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。所谓太子，不过是我蒙骗皇上的障眼法。然而你没有料到的是，吴孝杰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1年多下来竟没有漏半点口风。而恰在此时，皇帝催问你太子之事查得怎样，你无法交代，于是便设下了一个骗局。做的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丁姐，你让他跑。走。殿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。什么意思？似乎有人盯上我了。哦，是内卫吗？也许吧。所以我想把这本《蓝山记》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。不可不可，小杰，你听我一言，立刻将此书焚毁，免生后患，也断了李圭的念头。你用诈术使吴孝杰感到威胁就在身边，惊恐之下，他便想到了托朋友将蓝山记带到湖州刘家庄。由于白天怕被人跟踪，他便与那位朋友约到深夜，在长安城中的西江池见面。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你的手下刘大。李全，东西带来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的声音不对呀！啊，你不是李全！然而你最了解吴孝杰的为人，你知道他绝对不会带真书去见李全，于是你让刘大只是刺伤了吴孝杰。果然如你所料，吴孝杰重伤之下爬回了崇文馆，临终前将那本藏有宝图的《蓝山记》托付给你，让你送到湖州刘家庄。什么事？在这个书库的南墙下有个暗格，里面有本书，叫《蓝山记》。这样，你的手中就已经有了2本《蓝山记》，所缺的就是李圭手中的那一本。你在临行前故布迷局，做成了你与吴孝杰互杀身亡的假象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宗政府介入进来，彻底查出吴孝杰的身份，从而将矛头指向太子。不错。你到湖州之前，内卫已经将这里全部监控，你则是肆无忌惮的行事，直到我来到湖州巡查，逐步解开了谜团。
至于刘传林为什么没有死，其实很简单，是莹玉救了他。莹玉？是的，莹玉使用密封剂，故意让刘查理看到，其实只是想让刘查理将自己的儿子赶出庄去，好让刘传林不要再纠缠于他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刘查理生性阴质歹毒，竟起了杀人之心。传林，明天一早，你陪为父去登翠屏山吧。好。哎，老爷和公子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们？啊，一早就出庄了。出庄了？做什么去了？听家人说，老爷让公子陪他去爬翠屏山。爬翠屏山？爬翠屏山。英玉察觉到刘查理要对公子下毒手，于是他命卫士们尾随而去。赶到翠屏山，可是他们已经来晚了，惨剧已经发生。然而刘传林却并没有死，悬崖边横生出来的枝杈减缓了他下坠的力道，因此他摔落在地，只是受了重伤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公子，我没有说错吧？丝毫无误。刘查理虽然阴质狠毒，但是传林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他赶到崖下，悲痛欲绝，却忘了看一眼刘公子是否真的已死。而此事与构陷太子无关，只是中间横生出来的一个枝节。因此刘大并不知情，他看到传林血肉模糊，二人便都以为公子已死，于是便招人将尸体抬回庄内，用棺椁盛殓起来，放在了灵堂之上。于是便有了灵堂第一次闹鬼。怎么了？夫人，棺材里有声音呢。什么？当时莹玉觉得非常奇怪，出于对刘传林的愧意，他深夜率人来到灵堂，用药迷翻了守灵人，打开棺盖，发现刘传林竟然还有呼吸，而且双手在昏迷中不停地摆动，这也就是棺椁之中发出声响的原因。于是莹玉便将传林偷偷救了出来，换上了另外一具尸体。第二天，曾泰便得到了捕快的堂报，说县衙停尸间发生了盗尸案。阁老，您可回来了。曾县令，有事吗？是这样，今天早晨县衙捕快来报，说停尸间丢了一具尸体。什么？尸体？是，卑职觉得此事非同寻常，所以特来向阁老禀报。其实那就是莹玉的手下趁黑夜来到了县衙的停尸间，他们盗走了一具尸体，替换了刘公子，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。原来是这样，而你的失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。你自以为除了太子之外，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书的下落。可是你错了，刘传林并没有死，这使你功亏一篑。其实就整件事情而言，太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哼，一点不错。反正皇帝也不信任他，早就想废了他。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
替皇帝完成这个心愿罢了。本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诱使李龟说出蓝山记的下落，而后命内卫写成供词，让李龟签字画押。只要供词到了皇帝的手里，那太子就完蛋了。于是我得到越王的财宝，而皇帝得到太子谋反的证据，这就叫各得其所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太子竟然自投罗网，来到了湖州。那是我写信请他来的。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发现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太子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消息暴露，令太子落入你手，而你正苦于无法让李龟开口。太子落网肯定是让你喜出望外，于是你便做下了这样一个精巧的圈套，绑架太子殿下，诱使李龟说出蓝山记的下落，而后你故意把你们的落脚点告诉了曾泰，将我也牵连了进去。哼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当我们进入小院之后，你便趁乱脱身，而此时皇上早已接到了你的通报，率羽林卫赶到，正好看到了所谓谋逆的那一幕。真是好毒的计策呀！但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，就在你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，我却在这儿等着你。那又怎么样？皇帝已经回京，听不到您这番言语了。而且您分析的再精到，推断的再准确，也救不了太子殿下的命了。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的这一番言语上奏皇帝？看来大人还是不太了解皇帝，他现在什么也听